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读过了无数关于情绪管理的书籍，熟记了斯多葛学派关于冷静与克制的格言，但在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依然感到手足无措，内心崩溃？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获得马可·奥里略1000年前的智慧。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着充满哲理的金句，彷佛拥有这些句子就拥有了智慧本身。然而，当愤怒、焦虑或巨大的悲伤真正袭来时，那些存放在大脑表层的理论往往瞬间蒸发，留下的只有赤裸裸的痛苦和无力感。这正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我们拥有过多的理论，却极度缺乏灵魂的抗体。这并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软弱，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也是斯多葛哲学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早在2000年前，奴隶出身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就曾严厉地批评过那些只会背诵书本的学生。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你想知道这只羊是否健康，不要让它把吃下去的草吐出来给你看，而是要看它长出了多少羊毛，产出了多少乳汁。同样的，哲学不是为了在宴席上炫耀谈资，也不是为了在辩论中胜过对手。哲学的本质是一种消化后的产物。如果你只是把读到的道理原封不动地复述出来，那就像是把未消化的草吐出来一样，这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是一种智力上的呕吐。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知道不应该生气和真正不生气之间横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就是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距离。理论智慧是脆弱的，它像是一座精美的玻璃城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熠熠生辉，让人感到虚荣和满足。但实践智慧却是粗糙而坚硬的，它像是一件饱经风霜的皮革盔甲，虽然不一定光鲜亮丽，但却能在刀剑相向的战场上保住你的性命。斯多葛学派的真正大师，从来不是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而是那些在流放中、在病痛中、在权力的漩涡中，依然能保持灵魂宁静的战士。塞涅卡，这位罗马帝国最富有的权臣，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斯多葛哲学家，他曾经警告过我们，把哲学当作一种消遣是危险的。他说，哲学不是为了取悦大众，也不是为了在闲暇时光里展示聪明才智，它是灵魂的药方。当你生病去看医生时，你不会在乎医生的药方写的是否优美，你只在乎这药能不能救你的命。同样的，如果你学习斯多葛哲学只是为了在顺境中感觉自己很高尚，那么当逆境来临时，你将会发现自己手无寸铁。我们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大脑的认知升级，而应该是从骨髓里生长出来的本能反应。想象一下两个人，一个人熟读了所有关于游泳的动力学书籍，能在黑板上精确画出每一个划水动作的角度；另一个人从未看过书，但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搏斗了10年。当船只沉没，两人都掉入冰冷的海水中时，谁能活下来？答案不言而喻。理论在极端压力下往往会失效，因为大脑在恐惧中会关闭理性的通道。这时，只有那些已经转化为肌肉记忆、转化为直觉的活的智慧，才能接管身体。我们学习斯多葛哲学，就是要进行这种从大脑到肌肉的转化，把那些冰冷的文字变成我们面对命运风暴时的求生本能。这种转化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常常用阅读来逃避行动，我们以为买了书就是读了书，读了书就是懂了道理，懂了道理就是改变了人生。这是一种大脑最喜欢的欺骗机制，因为阅读是舒适的，而改变是痛苦的。马可·奥里略作为罗马皇帝，每天面对战争、瘟疫和背叛，他在沉思录中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再讨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去成为一个好人。这句话揭示了斯多葛主义的终极秘密：行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行动支撑的哲学，就像是没有地基的宫殿，随时会倒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不再沉迷于那些高深莫测的术语，而是要像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样，精准地切开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连结组织。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候我们无法践行哲学，是因为我们把哲学当成了知识，而不是工具。一把锤子，如果你只是把它挂在墙上欣赏，它就永远无法钉入钉子。斯多葛哲学就是那把锤子，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敲碎生活中的妄想、恐惧和贪婪。
如果你从未使用它去敲碎过什么，那么你其实从未真正拥有过斯多葛哲学。你需要问自己一个严肃的问题：你的哲学是长在嘴上的，还是长在手上的？当你被同事羞辱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反击，还是能瞬间调用控制二分法，将其视为身外之物？当你失去至亲或财富时，你是陷入无尽的哀嚎，还是能运用预演坏事的技巧快速恢复平静？这些反应的速度和质量，就是衡量你智慧转化率的指标。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是一个在混乱中依然能有序运转的系统。他们的情绪稳定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内心演练过无数次灾难的发生。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跨越这道鸿沟。我们将剖析为什么大脑会抗拒知行合一，以及古代哲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心理训练，将脆弱的理论硬化为坚不可摧的性格。这不是一堂轻松的哲学课，而是一场关于灵魂重塑的战前动员。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做一个懂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人，如果你渴望拥有一种能够真正抵御生活暴击的力量，那么请紧跟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从理论的云端走下来，踏入现实的泥泞，去寻找那种带有血腥味和泥土气息的真实智慧。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书本，停止无意义的引用，开始这场从大脑到心灵，从认知到本能的艰难旅程。这条路并不好走，因为它要求你杀死那个软弱、虚荣、只会纸上谈兵的旧自己。但只有走过这条路，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2000年前的那些老人能够在面对死亡和毁灭时，脸上依然带着平静的微笑。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具体的修炼方法，看看如何将这些古老的智慧锻造成你面对现代焦虑的最强武器。斯多葛学派最基础，同时也是最难真正掌握的第一把手术刀，就是控制二分法。这在理论上听起来极其简单。世界上只有2类事情，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任何一个刚接触哲学的新手都能流利地背诵艾比克泰德的教诲：我们的看法、意愿、欲望和厌恶是我们能控制的，而身体、财产、名声和地位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分类游戏，但在现实生活的血肉搏斗中，这个简单的分类法往往会被我们的情绪冲得七零八落。真正的实践智慧不在于你能否区分这两者，而在于当不可控的事物像重锤一样砸向你时，你能否在毫秒之间切断痛苦的神经连结。大多数人在理论上都同意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但在现实中，当我们精心准备的项目被老板无端否定，或者当我们深爱的人选择离开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剧烈的痛苦、愤怒和试图挽回。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虽然在理智层面接受了不可控，但在潜意识里，我们依然狂妄地认为自己应该能够掌控结果。我们把自尊心绑定在了外部结果上，我们认为如果我足够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职；如果我足够爱对方，对方就应该回报我。这种应该的思维就是痛苦的根源，它是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一种对现实的傲慢抗拒。为了跨越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强有力的视觉隐喻，这就是斯多葛学派著名的射手比喻。想象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射箭运动员，他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挑选了最好的弓箭，调整了完美的呼吸，瞄准了靶心，松开了弓弦。到此为止，这一切都是他能控制的，这属于他的内部领地。然而，当箭矢离开弓弦的那一刹那，这支箭就不再属于他了。一阵突然刮起的狂风，或者靶子意外的倒塌，都可能导致脱靶。理论上的智者知道这是有可能的，但实践中的斯多葛大师是在箭矢脱靶的那一瞬间，内心依然毫无波澜，因为他评估自己的标准是否做出了完美的射击动作，而不是箭是否射中了靶心。将这个比喻应用到你的现代生活中，你会发现这需要极大的心理能量。比如在职场上，你拼尽全力准备了一次演讲，理论派会在演讲后焦虑地刷新邮箱，等待反馈，对每一个同事的微表情患得患失，而实践派则会在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就在心里给这件事画上句号。
他在演讲过程中已经完成了他能控制的一切，内容、语气、肢体语言。至于老板是否喜欢，客户是否买单，那就像是离弦之箭，属于命运的范畴。这种关注过程、释放结果的能力，不是靠想出来的，而是靠每一次在焦虑升起时，强行将注意力拉回到自身行为上练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哲学强调目标内化。普通人的目标通常是外部的，例如我要赢得这场比赛，或我要让这个人喜欢我。这种目标是脆弱的，因为他把你的幸福交给了运气和他人。而斯多葛实践者的目标是内部的，例如我要尽我所能去比赛，或我要展现出我最好的一面。当你把目标从外部结果转移到内部行为时，你就变得不可战胜了，因为没有人能阻止你尽力，没有人能剥夺你正直的意愿。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它把生活从一场赌博变成了一场修行。你不再是祈求运气的赌徒，而是掌控自我的工匠。然而，仅仅区分控制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第二把手术刀来处理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这就是消极想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预演坏事。这听起来像是悲观主义者的自虐，许多人误以为这会让人变得消极抑郁，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疫苗。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对痛苦的最大恐惧往往源于惊讶。当不幸突然降临时，大脑的杏仁核会被激活，我们会陷入战斗或逃跑的恐慌模式。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每天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结果当灾难来临时，他们最先崩溃，因为现实粉碎了他们脆弱的幻想。实践智慧要求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直视那些我们最恐惧的事情。塞涅卡建议我们在早晨醒来时，不仅要计划今天的日程，还要预演可能出现的阻碍。你的车可能会抛锚，你的合作伙伴可能会背信弃义，甚至你真实的健康可能会突然恶化。这不是为了让你恐惧，而是为了让你脱敏。当你在脑海中已经生动地演练过车子抛锚的场景，并且在脑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搭计程车或者取消会议，那么当现实中车子真的抛锚时，你不会感到愤怒或震惊，只会有一种这件事儿终于发生了的淡然。这就是著名的4层相识感，你抢在命运之前，先剥夺了它惊吓你的权利。这种练习必须具体而微，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生死层面。试着想象一下，今天你发送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但对方已读不回，或者你在聚会上讲了一个笑话，却全场冷场。这些微小的社交挫折往往是现代人焦虑的主要来源。理论上你知道这儿没什么大不了，但实践中你的脸会发烫，心跳会加速。通过预演坏事，你在出门前就已经接受了这种可能性。你告诉自己，我将去面对那些无理、傲慢和冷漠的人。当你真正遇到他们时，你会发现他们就像是剧本里的 NPC。按照你预想的那样行动，你反而会对他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而不是受伤的愤怒。这一点对于处理愤怒尤为重要。斯多葛学派认为，愤怒本质上是预期落空的产物。你会因为飞机晚点而愤怒，是因为你预期它准点；你会因为孩子打碎花瓶而愤怒，是因为你预期一切都井井有条。如果你通过哲学训练，深刻地理解了无常是世界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飞机晚点是航空业概率的一部分，孩子犯错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不是事后的安慰，而是事前的预判。当你把不确定性纳入你的预期模型中时，愤怒就失去了燃烧的燃料，你将变成一个情绪的防火墙，任何火星落到你身上都会自动熄灭。这种修炼甚至延伸到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马可·奥里略在亲吻他的孩子时，会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亲吻他。这听起来残酷无情，但这恰恰是最高级的深情。而斯多葛实践者因为时刻意识到失去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相处时都全情投入，绝不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争执上。这种相死而生的态度让每一刻都变得饱满而珍贵。理论只会教你珍惜，而预演失去的实践才会让你真正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我们还必须谈谈有保留条款，
这是斯多葛学派将理论转化为行动的一个精妙技巧。当你计划做一件事时，不要说我明天要去跑步，而要说如果命运允许，我明天要去跑步。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心理缓冲机制。当你加上了这个条款，你就承认了外部世界的主导权。如果明天下了暴雨，或者你扭伤了脚，你不会觉得自己失败了，因为这本身就在你的计划条款之内。这种思维方式能让你保持行动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免疫结果失败带来的挫败感。你成为了一个既进取又超脱的矛盾体，这正是强者的特质。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行暴力的重写。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线性因果，喜欢确定性，喜欢把世界看作是围绕自己转的。斯多葛哲学的练习本质上是一种反本能的训练，就像在健身房里撕裂肌肉纤维才能长出新肌肉一样，你必须在每一次情绪波动的瞬间撕裂你旧有的神经回路。每一次你想发火时，强行按下暂停键；每一次你感到恐惧时，强行直视深渊。这都是在为你的灵魂铸造盔甲。这不是读几本书就能完成的，这是一场发生在大脑皮层里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冷酷，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感动流泪，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暴跳如雷。你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变了，变得难以捉摸，但只有你自己知道，这种冷静背后是极大的慈悲和自由。因为你不再被情绪绑架，你才能真正的去爱，去工作，去帮助他人。一个溺水的人是无法救人的，只有一个站稳脚跟的人才能向他人伸出援手。斯多葛的实践智慧就是让你成为那个在情绪洪流中站稳脚跟的人。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控制二分法和消极想象这两大工具，并且明白了它们不仅仅是概念，而是需要每时每刻运行的后台程序。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很难了，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将更具挑战性。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面对更宏大的命题，时间、死亡，以及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微不足道。这将是把你从琐碎的日常烦恼中彻底拔除，让你获得一种神一般视角的关键一步。请深呼吸，因为我们即将攀登这座哲学大山的顶峰。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吗？在我们继续之前，请反思一下，就在刚才阅读的这几分钟里，你的心绪是否因为某些外部的杂音而波动？如果有，那就是你练习的最佳靶场。记住，没有一刻是浪费的，每一次走神都是一次拉回注意力的机会。让我们继续前行，去探索更深层的斯多葛智慧。如果说前面的心理训练是在大脑中进行的模拟战，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真正的实战演练场。这就是斯多葛哲学中极具争议却又无比强大的概念——主动受苦。这听起来完全违背现代人的享乐本能，毕竟我们发明空调、外送和止痛药，就是为了消除生活中的一切不适。然而，斯多葛主义者深刻地意识到，舒适是灵魂的麻醉剂。当你习惯了软绵绵的沙发和随手可得的美食，你的意志力就会像缺乏锻炼的肌肉一样萎缩。理论上的智者或许能高谈阔论，贫穷并不可怕，但只有那个真正尝试过睡在地板上吃着粗糙面包的人，才拥有藐视命运的底气。这不是自虐，这是一场针对依赖性的戒断治疗。塞涅卡虽然富可敌国，但他却建议我们每个月抽出几天时间，刻意过着穷人的生活。他告诉我们，穿上最粗糙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食物，并问自己，这就是我所恐惧的状况吗？请注意，这不是想象，而是物理上的实践。在现代生活中，这意味着你可以尝试进行多巴胺斋戒，比如连续24小时不使用手机，或者坚持洗冷水澡。当冰冷的水流冲击你的身体，你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和尖叫，这时你的大脑会疯狂寻找借口，而在那一刻强迫自己站在冷水下深呼吸，直到身体适应。这就是将勇气从一个抽象名词转化为生理反应的过程。你正在告诉你的身体，我可以忍受不适，我不会死，我才是主人。这种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夺回自由。现代人往往是自己欲望的奴隶，我们恐惧失去 WiFi， 恐惧失去空调，恐惧失去别人的点赞。
每一种恐惧都是一条隐形的锁链，把我们绑在焦虑的柱子上。通过主动受苦，你亲手斩断了这些锁链。当你知道自己即使只吃白饭，只穿旧衣，也能活得坦然自若时，你就对这个消费主义的世界免疫了。老板不能用降薪来威胁你，市场不能用经济衰退来吓唬你，因为你的生存底线已经被你自己压到了最低，并且你在那里找到了坚实的地面。这就是斯多葛式的反脆弱，你不再祈求生活一帆风顺，因为你已经在风暴中搭建了自己的避难所。除了肉体上的受苦，还有一种更高级、更艰难的训练，那就是羞耻感免疫。罗马共和国的坚定捍卫者小加图是这方面的宗师，他经常穿着不合时宜的怪异服装，光着脚在罗马广场上行走，故意引来路人的嘲笑和讥讽。他疯了吗？不，他是在进行一场极限心理实验。他发现，人类的大部分焦虑都源于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们为了迎合社会的目光，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活得小心翼翼。小加图通过主动招惹、嘲笑，让自己习惯于这种被羞辱的感觉，直到他对他人的看法完全免疫。他要让自己的自信建立在内心的良知上，而不是外界的掌声中。这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具——羞耻攻击练习。试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稍微出格但不违法、不伤害他人的事情，例如在买咖啡时故意大声请求打折，或者穿着一件稍微有点奇怪的衣服出门。当你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感觉到脸颊发烫、心跳加速时，不要逃避，停留在这种尴尬中，观察它。你会发现，那种我要死了的恐惧感只是大脑编造的谎言，没有人会真的攻击你，世界也没有毁灭。经过几次这样的练习，你会惊讶地发现，你那根名为自尊心的敏感神经变得像钢铁一样强韧。你不再害怕拒绝，不再害怕失败，因为你已经直视过社交死亡的深渊，并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这种活出来的智慧与读出来的智慧有着本质的区别。读书时，我们是大脑的旁观者，看着文字，点头称是；实践时，我们是竞技场上的决斗士，满身泥泞与汗水。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真实的弱点。也许你以为自己很慷慨，但在真正需要捐出一大笔钱时却犹豫了。也许你以为自己很冷静，但在被无理的路人辱骂时却失控了。这些真实的反馈是书本永远无法提供的。斯多葛哲学不是一门学科，它是一门手艺，就像木工或陶艺一样。你不可能通过阅读木工指南就成为大师，你必须亲手拿起刨子，感受木头的纹理，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受伤，才能雕刻出完美的作品。为了记录和修正这门手艺，我们需要最后一个将理论落地的关键工具——斯多葛日记。这不是让你发泄情绪的流水账，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庭。每天晚上，你需要像法官审问犯人一样审视自己的一天。你需要问自己3个问题：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今天做对了什么？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这是一种残酷的自我解剖。如果你今天对家人发了火，不要在日记里找借口说因为我很累，而要诚实地写下我失败了，我让情绪控制了理性，我违背了我的哲学。这种毫无保留的诚实是进步的唯一阶梯。许多人在写日记时容易陷入自我感动或自我辩护的陷阱，这是理论派的通病。实践派的日记是冷酷而精准的，他们会记录具体的触发点。为什么那句话让我生气？为什么那个眼神让我恐惧？通过日复一日的记录，你会发现自己情绪崩溃的规律。也许你总是在饥饿时容易发怒，也许你总是在面对权威时感到自卑。一旦你识别出了这些模式，你就可以在下一次同样的情况发生前提前启动防御机制。这就像是球队在赛后复盘录像，只有看清了自己的每一个失误，下一场比赛才有可能获胜。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没有经过复盘的哲学是无法生根的。透过主动受苦、羞耻训练和夜间反思，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强大的闭环系统。主动受苦增加了我们的耐受力，羞耻训练增强了我们的独立性，而夜间反思则保证了我们不会偏离航道。这3者结合，将把那些漂浮在空中的斯多葛理论像钉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入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你的性格在发生物理层面的改变，你不再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玻璃心，而是一块经过千锤百炼的合金。这种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需要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坚持不懈地与自己的本能对抗。我们还要警惕一种精神上的傲慢。有些人在实践了一些斯多葛技巧后，开始看不起周围那些情绪化、追求享乐的普通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马可·奥里略反复提醒自己，我们与他人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蜜蜂离开了蜂群就无法生存。真正的实践智慧不是让你在山顶上孤芳自赏，而是让你带着强大的内心回到人群中，去包容那些无理的人，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如果你因为修炼了哲学而变得冷漠傲慢，那么你修炼的根本不是斯多葛，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真正的强者是那个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温柔的人。现在试着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感到痛苦的经历，如果是现在的你，拥有这套工具箱的你会如何重新处理那个场景？你会在愤怒升起前深呼吸吗？你会在恐惧袭来时进行消极想象吗？这种思维实验本身就是一种练习，不要等到大灾难来临时才开始磨刀。生活中的每一次堵车，每一次排队，每一次咖啡被打翻，都是命运送给你的免费陪练。抓住这些微小的机会，因为它们是你通往大师之路的铺路石。不要小看这些琐事，伟大的性格就是由无数个微小的正确选择堆砌而成的。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完成了从大脑认知到身体行为，再到反思、修正的完整路径。但是还有最后一个终极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那是所有哲学、所有宗教都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也是检验你是否真正掌握斯多葛智慧的最终试金石——死亡。大多数人恐惧死亡，回避死亡，假装死亡不存在，但斯多葛主义者却选择直视它，甚至拥抱它。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有限性，你才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最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探讨如何用向死而生的视角彻底重组你的价值观，让你从宇宙的高度俯瞰自己的人生。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但最后一步才是最关键的。这一步将决定你是一个在红尘中挣扎的凡人，还是一个拥有神性视角的智者。我们将要讨论的不再是应对日常烦恼的小技巧，而是关于生命意义的宏大叙事。这是斯多葛哲学皇冠上的宝石，只有最勇敢的探索者才能摘取。你准备好直面这个终极真理了吗？让我们调整呼吸，平复心跳，一起走向这段旅程的终点。在那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即使在毁灭中依然充满秩序和美丽的宇宙。这不仅仅是结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如何极致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将揭开斯多葛哲学最深邃、最震撼人心的一面，为这场灵魂的重塑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请保持专注，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改变你对余生的看法。当我们在这场哲学之旅的尾声驻足，我们需要抬起头，将目光从脚下的泥泞转向头顶浩瀚的星空。斯多葛学派有一项被称为高处视角的冥想练习，想象你的灵魂缓缓升起，离开你的身体，穿过屋顶，升入云端，直到你能俯瞰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颗蓝色的地球。在这个尺度下，你原本觉得天大的烦恼，那个无理的同事，那笔亏损的投资，那场尴尬的争吵，瞬间变成了显微镜下的尘埃。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极致的解脱。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宇宙的时间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的火花，你就不会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消耗你宝贵的生命能量。马可·奥里略无数次地提醒自己，再过不久你就会忘记一切，再过不久一切也会忘记你。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悲凉，但它却是治愈现代焦虑最强效的解药。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把自我看得太重，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宇宙剧本的主角，以为全世界都在盯住我们看。但宇宙是冷漠而宏大的，它按照自己的法则运转，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
当你接受了自己的渺小，你就获得了自由。你不再需要去表演，不再需要去证明，你只需要作为宇宙这个巨大有机体中的一个微小细胞，尽职尽责地完成你的功能，顺应自然。这就是最高级的宁静。而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最公平也最无情的终点就是死亡。斯多葛学派不仅不避讳死亡，反而将死亡冥想视为生活的核心动力。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永生幻觉的生活，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以为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用来道歉，用来追梦，用来改变。这种幻觉让我们变得懒惰、拖延且傲慢。我们把最好的颜料留到最后才用，结果往往画布还没涂满，生命就戛然而止。斯多葛主义者每天都在提醒自己，你也许活不到今天晚上。不是，这不是诅咒，这是一声刺耳的警钟。它逼迫你剔除生活中所有不重要的事情，只专注于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核心。想象一下，如果医生告诉你只剩下1个月的生命，你还会为堵车而生气吗？你还会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而不敢穿那件衣服吗？你还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争吵上吗？绝对不会。在那种极限状态下，你的价值观会被瞬间过滤，所有的杂质都会被烧尽，只剩下纯金般的本质。斯多葛的修炼就是让你不需要等到绝症通知书，就能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拥有这种清醒的视角。当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你就不会再有遗憾，因为你已经在当下完成了所有的重要事项。你对家人的爱已经表达，你的工作已经尽力，你的良心已经安宁。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会让你的生活产生一种奇妙的质变。原本平淡无奇的早餐，因为可能是最后一次而变得美味无比；原本习以为常的阳光，因为可能是最后一次感受而变得格外温暖。你会发现，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背景色。正是因为有了黑色的背景，生命的色彩才显得如此鲜艳夺目。恐惧死亡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活过。而一个真正践行斯多葛哲学的人，因为每一刻都全情投入，所以当死神来敲门时，他可以像赴宴结束的客人一样，优雅地起身，满足地离去，没有一丝眷恋和恐惧。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别。这就像是看着地图和亲自徒步的区别。你可以拥有一张最精确的地图，上面标注了所有的山峰和河流，你可以对着地图侃侃而谈这条路该怎么走。但是当你真正踏上旅途时，你会发现地图上没有标注出的泥沼，你会感受到地图上无法体现的寒风，你会经历地图上看不到的疲惫与绝望。真正的智慧不是地图，而是你脚底磨出的老茧，是你腿上结实的肌肉，是你跌倒后无数次爬起来的本能反应。斯多葛哲学不是用来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它是用来穿在脚上的登山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和诱惑的时代，要做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比古罗马时期更加困难。我们的手机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劫持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广告无孔不入地制造焦虑和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理智，无异于在闹市中修行。但这正是我们的战场，这正是我们磨练灵魂的最佳场所。不要抱怨环境的恶劣，正如马可·奥里略所说，在宫廷中也能过上好的生活。如果他在充满阴谋和血腥的罗马宫廷中都能做到，那么在这个虽然嘈杂但相对和平的现代社会，所以请停止寻找更多的书单，停止在网上搜索更多的人生格言。你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道理，你的大脑已经塞满了智慧的种子，现在缺少的只是行动的雨水。不要再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不要再等待你准备好的那一天，你永远不会完全准备好。真正的改变就发生在你决定关闭这个视频，放下手机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当你面对迎面而来的琐事时，你能否深呼吸，调用我们今天讨论的工具，做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选择？那一个微小的选择，就是你与哲学家之间的距离。记住，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身份标签，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学哲学。事实上，艾比克泰德建议我们即使在宴席上也保持沉默，不要去纠正别人的无知，不要去炫耀自己的节制，让你的行为成为你的声音。当别人在恐慌时，你保持镇定。
当别人在贪婪时，你懂得适可而止；当别人在抱怨时，你默默解决问题。这就是最有力的宣言。你要做一个隐形的哲学家，让你的智慧渗透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像香味一样自然地散发出来，而不是像噪音一样强行灌输给别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大众总是倾向于随波逐流，倾向于用情绪代替思考，用抱怨代替行动。当你选择成为一个斯多葛实践者时，你就选择了逆流而上。你可能会被误解为冷漠，可能会被嘲笑为古板，但请记住，你的裁判不是他们，而是你内心的理性和宇宙的法则。当夜深人静，你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时，你知道自己没有被情绪奴役，你知道自己守住了灵魂的堡垒，那种深层次的自尊和满足感，是任何外界的赞美都无法比拟的。你是自己心灵帝国的国王，这顶王冠不需要任何人加冕。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感到撑不下去的时候，请抬头看看星空，或者低头看看大地。想一想1000年前那些同样在这片星空下思考、挣扎、战斗过的灵魂。你并不孤单，你身后站着塞涅卡、艾比克泰德、马可·奥里略，以及无数个在历史长河中默默践行这种智慧的无名英雄。他们的血脉在你的思想中流淌，他们的力量在你的行动中复苏。每一次你战胜了本能的软弱，你就是在向这些先贤致敬，你就是在延续这把燃烧了2000年的理性之火。最后，我想送给你一个斯多葛学派最强大的咒语：爱命运。这不仅仅是接受命运，而是热爱命运。无论命运给你什么，是健康还是疾病，是财富还是贫穷，是荣耀还是羞辱，都把它当作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本。不要去希望事情有所不同，要去拥抱已经发生的一切，把每一个障碍都变成道路，把每一块绊脚石都变成垫脚石。当你能真心诚意地爱上你遭遇的一切苦难时，你就彻底无敌了。火会把所有扔进去的东西变成火焰和光明，你也要把所有的遭遇变成你性格的养料。这场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即将结束，但你的修行才刚刚开始。不要把今天的内容当作一个终点，而要把它当作一个起点。把这些原则写在你的日记本扉页上，贴在你的浴室镜子上，刻在你的脑海里。每天早晨醒来都是一次重生的机会，每天晚上睡去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在这生死之间，就是你修行的道场。去吧，去生活，去受伤，去爱，去战斗，去把那些死板的文字活成你自己滚烫的人生。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不再做一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果你决心将这些智慧转化为骨髓里的本能，那么请在评论区写下知行合一4个字。这不仅仅是一个评论，这是你对自己灵魂签下的一份契约，是你向旧的自己宣战的号角。不要忽视这个小小的动作，承诺是改变的第一步。同时，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虚拟广场上互相辨认的信号。当你看到其他人也写下这4个字时，你会知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还有一群人和你一样，正在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默默努力。现在，关上屏幕，走出房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那是你的试炼场，那是你的磨刀石。别让这把刚磨好的剑生锈，去挥舞它，去斩断恐惧，去劈开迷雾。真正的斯多葛，在路上，在心里，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里。祝你好运，我的朋友，愿理性的光辉永远照亮你的前路。